大家好，我是俊仔。大家圣诞节过得怎么样？大家看到这个视频应该是2023年了吧？我们现在还是2022年，今天是12月26号，圣诞节刚过。我们现在在 Canmore， 是在班夫和卡尔加里中间。这次我们的旅行一共有7个大人和1个小孩，主要目的地就是班夫，而且是冬天的班夫，看看怎么样吧。虽然来温哥华已经有4、5年了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冬天的班夫。其实我们来阿省已经有2、3天了，前2天我们都在 Edmonton 探望我们远方的亲戚斯蒂里。然后今天我们离开了 Edmonton， 开了4个半小时吧，然后我们来到了这儿。这次我们来之前在 Costco 买了一大堆食材，亲眼见到了100加币1块的牛肉。今天晚上我们准备吃它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。这是我们这期的颜值担当，郭兄，郭哥，对。这是我们今天住的房间了，这是我们在 Canmore 选的一家 Airbnb， 然后这是我们的大客厅、大厨房，这是我们的老熟人、搞笑担当小龙，我们的帅帅小姐。全妆出镜了吗？洗头了吗？全没，这抱歉啊，各位观众没有洗头，今天没有洗发水了。哟哈！今天我们准备去班夫小镇了，现在是早上11点，我们准备去镇里逛一逛，然后下午去 Lake Louise 喝下午茶。我现在在班夫小镇，现在是中午12点左右吧。今天是27号，也就圣诞刚过2天，然后这边白天游客挺多的，其实这旁边的山还是挺壮观的。冬天的路易斯湖就是这样子，湖面上全部都被雪封住了，然后那边有一片雪清出来了，他们在滑冰感觉。然后这边人还不少呢，但是因为湖面很大，所以也没有什么觉得太急的感觉。你看这边有2个人在干嘛？挺漂亮的。这边全部都是松树，然后松上面全部都是白雪，所以很有圣诞的感觉。这边现在0度左右，然后很多人在滑冰。这边滑冰场真的好大，感觉就是在雪堆里面腾出了一块空地，然后给大家滑冰。这是一个冰城堡，晶莹剔透的，我们去摸一下，好扎实。传说中的马拉雪橇，感觉这些马还挺温顺的，都让人各种摸。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冬天的路易斯湖呢？可以在整个湖上走，而且越走得越深，越没有人，超安静的。现在天空上下起了小雪，所以感觉更奇妙了。我们等会儿吃下午茶，费尔蒙酒店，我们去吧。
个。它这里下午茶分为3层，第一层是 scone， 然后第二层就是各种各样的三文鱼啊、和牛啊，然后第3层就是小甜品。这个是吞拿鱼，我觉得和牛最好吃。这里是蟹肉，这是鱼子酱，这白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味道很丰富的。蘑菇哎，甜甜的，你知道蘑菇是脆脆的，蘑菇糖，里面的奶油也挺好吃的呢。费尔蒙下午茶体验呢，可以说主要是来看个景吧，就是坐在那种巨大的玻璃窗前喝茶的感觉。泰茶的味道呢，其实就一般般，泰的甜食太甜了，其他的还挺好吃的。你怎么看，小龙同学？味道不错，就是太甜了，太甜了。我们现在晚上的班夫镇子，感觉班夫的晚上很有圣诞的氛围。你看上面这圣诞树，全部点在这种电线杆上，真的好热闹。今天去路易斯 Lake 和班夫都一样，都好热闹，商店都开门，而且是五光十色、金光闪亮的，人超多。游客 B， 欢迎来到班夫。在镇子里逛累了，我们决定去吃点东西。海狸尾巴 Beaver Tail 是一家很有名的连锁小吃店。小龙 Amy 称他们家为甜饼，我是第一次吃。软软的、暖乎乎的油饼上面放上自己最喜欢的 topping， 可以选择甜或者是咸的口味，中间还有脆脆的夹心，感觉吃起来真的很上头。最后我们还误打误撞来到一个圣诞主题的免费灯展，整个园区做得超级精致，各种颜色和形状的灯与周围的雪地很自然地融合到了一起，模拟出了各种场景，特别的魔幻。Hello， 我们又是新的一天了。我们今天第一站就是去气泡湖，又称冰泡湖。好像是在湖水结冰之前，有什么微生物在水里面吐泡泡，吐着，那个泡泡就起来了。然后泡泡就会凝结在冰面上，然后在冰面上形成一个一个的小泡泡。今天虽然没有太阳，但是天气特别好，你们就好像长了坨胸毛一样。班夫有很多地方都能开到气泡湖，这次我们去的是亚伯拉罕湖，因为它最有名吧。从班夫镇子开过去，一般路况下需要将近2个半小时。不过因为我们不太清楚这边冬天的路况，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我们现在开上了冰原大道那条高速公路，之前从 Trans-Canada Highway 是路况非常好的，然后一到冰原大道上面显示的是现在路况很糟，然后前面都是雪。等会儿去看一下吧，不知道能不能开过去。还有1个半小时呢。然后我们刚问了一下那个售票处，他说那条我们去的那个湖是 safe 的，但是路况可能就全是雪了吧。上了冰原大道以后，这边的路况就变成这样子了，就没有那么勤快的铲雪，但其实也还好，并没有那种很积雪很厚的样子，但是会有点滑。冬天来这边就要随时注意一下这边的路况，看一下新闻了。这边还是挺美的，其实没有什么车。我现在在 Google 上找了个点，它写的就是 Ice Bubble Viewpoint， 所以这个点把我们引领到了一个停车场一样的地方，也不知道是官方上面标的还是哪个好心人写的。这个地方还挺不错的，可以直接下湖，这地面上非常的滑。温哥华著名的吃播正在艰难的走向我们。今天早上是不是没吃好？戏剧性，好戏剧！哇，这2个冰爪真的好有用啊！我的天哪！跑2步。
我现在也在湖面上了，周围到处都是这种小气泡。湖面上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雪的，而且感觉冰因为现在已经是零上了，所以有点裂开。不过还是应该是能找到那种完美无瑕、那种没有任何污染的小气泡的。但是这里气泡超多，而且湖面上已经平了，所以它并没有那么滑了，只是刚坡上滑下来比较刺激。这边已经在开开心心的拍照了。这是我后面的景色，雪山下的湖泊。这声音有点恐怖啊。Good morning， 现在又是新的一天了。今天出太阳，天晴了，耶！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去 Johnston Canyon 看冰瀑布。Johnston Canyon 是班夫很有名的一个景点，分为 Lower 和 Upper 两个瀑布，难度不高。夏天的时候徒步往返也只需要2个小时。现在是冬天，所以上面全覆盖着雪，并不算太滑。但是呢，在停车场没有雪的地方是有点滑的，所以这些地方大家都建议大家带冰爪，我没有带，所以吃了这个亏。现在你来一个吧。今天这里人还挺多的，我们这边2个停车场，我们10点半到的时候，第一个停车场已经停满了，只能停第2个停车场。所以这边冬天，我感觉班夫冬天还是蛮多人的，很热闹。在这边雪地里面走还挺好玩的，因为它毕竟是有一层薄薄的雪，所以也不滑。奔流而下的河水。这是我们第一个瀑布了，叫 Lower Falls。大家看一下这边人好多好多。这个好像温泉，感觉可以进去泡一泡。开心开心。我们又往上走了一点，然后再往前走的话，前面就被封住了。前面是去那个 Upper Falls 的路，然后已经被封住了。有2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想穿过去，如果他们只能穿过去，我就可以报警了。他应该是让我报警吧。今天最后一站，班夫缆车攻斗了。我们现在几乎到日落时间4点钟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去坐缆车，去缆车上面看看日落。Thank you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在山顶上跟大家说话。那边就是我们来的地方，那个就是那个山顶的餐厅 Sky Bistro。走这段路还挺累的，全是楼梯。今天好像云太多了，所以没有红云了。不过光看这个景色，我觉得就已经挺值得了。硫磺上的矿车真的很不错，而且尤其是日出日落的时候来，我觉得肯定很棒。这里就是班夫小镇了，这是那个最高点了。我们从那边过来的，不过这边的景色真的是一个全景，特别壮观的一个全景。
上的硫磺山山顶则变成了五彩缤纷的另一个世界。不得不说，班夫虽然坐拥加拿大最美丽的自然景观之一，但是在惊艳游客上下的功夫也完全不少，各种各样的小细节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们的用心。这魔幻绚丽的灯光秀也代表着我们在班夫5天4晚的旅行接近尾声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回到了卡尔加里，吃了一餐韩国菜，逛了几家本地的咖啡厅，跨了个年，还干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。2022年就好像一部天马行空的意识流小说，一切都是那么的戏剧化。不过如果生活真的是一场戏，前半段的剧情已经如此出彩了，那接下来的故事应该会更精彩吧。